可玩性这个词一直是玩家们津津乐道的 Hi-Fi 话题。在玩 Hi-Fi 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组合搭配来寻找声音之间的差别，追求新鲜独特的音色。通过耳套的更换，调整播放器的设置，调整耳机的模式，以及周边线材搭配等等，这些操作能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感受，是玩家们乐此不疲的一件乐事。每一次的调整与更换都会给我们的听感带来不一样的变化。这些年来，各个品牌为了做出具备一定可玩性的耳机，花费了不少的心思。比如626的 APEX 可换气阀，森海塞尔 R18 系列的通气阀门，可以通过旋转来控制低频的量。众多新进品牌采用了可更换出音导管，以及 VE 魔王的4种可调音色等等一系列可以调整音色的方式，目的都是为了丰富玩家的可玩性，从而可以适应更多用户在听感上的需求，以及去兼容尽可能多的音乐风格。但是仔细想想，这些变化归根结底仍然只是在原有发声单元的基础上进行了微调，核心本质并没有改变。就像一道菜，原料没变，只是盐多一点，糖少一点，味道会不同，但它仍然是那道菜。那么有没有一款耳机能够在根本上，也就是从发声单元本身着手去进行调整？这可以在调整之后带给我们最显著的区别。大家好，我是小甘，今天咱们就来聊一下来自 Acouston 的 HSX1001 模组式有线蓝牙双模耳机。HSX1001 系列一共是有3款产品，真无线 TWS 模式，也就是 M01 加 C01， 作为模组化的产品，自然也需要有单独的声学模块可以替换，才算是真正的模组化。这就是后续的 C02 与 C03。只不过 Acouston 为了丰富大家的可玩性，为 C02 与 C03 配备了有线外壳，也就是 M02 与 M02G。C 系列是发声单元，M 系列就是耳机的外壳，互相之间通过拆解组合，可以实现在有线模式与真无线模式当中进行转换。这一切只需要拆装3颗螺丝。在了解 HSX1001 的模块之前，大家给我一点时间，简单聊一下模组化这个概念。对于 Acouston 而言，旗下大部分耳机的核心设计理念就是将一副耳机拆分成若干独立的部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模组化设计。模组化的理念在 Hi-Fi 当中不算少见，比如播放器当中就有爱立和 SE180 与乐比 E7 的可换卡设计，部分台式解码器，比如英国联的可升级模块，甚至电子管耳放的可换管，或者说可更换愿放设定，此类都可以看作是模组化思路的体现。而在耳机当中，这个概念就比较的少见了，原因自然是耳机的体积比较小，实现模组化存在一定的难度。有一点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咱们前面列举的播放器等等模组化的例子，这些产品之所以使用模组化，更多的是为了后期升级或者说功能拓展。而 Acouston 不一样， Acouston 一开始做模组化，目的是为了耳机的后期维护与长期使用。比如 HS1551、1670、1697、1750等等，都是这种设计理念。通过模组化的结构设计，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延长一副耳机的使用寿命。同时，金属外壳的使用也在结构强度和耐久性上进一步提升了整体寿命。时间到了2021年 ，Acouston 开始在这一技术的基础之上，着手研发可更换发声单元的技术，将模组化的理念发挥到极致，这就是 ACT 技术。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这对于品牌方的设计水准、声学研发能力以及金属加工能力都有着严格的要求。那么 ACT 带来了什么呢？到目前为止 ，ACT 系列已经推出了11款单元，分别是 ACT01 到 ACT08，这里是8个，另外还有2个合作款，分别是 ACT410 配备了4颗动铁单元， ACT63 配备了平板加动铁，此外还有一个 ACT47， 也就是 MK3 的标配单元，一共出了11个单元。这些不同单元之间的音色和外壳都有区别，每更换一次单元就是一种全新的声音。这其实有点像相机更换镜头，每更换一次镜头都有着不一样的画质与焦段。当然了，模组化有优势也有劣势。为了实现模组化，使用常规的树脂材料或者塑料自然是无法实现的，只能够大量的去使用金属，并且往往还不止一种金属。虽然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对于设计师来说是一种考验，但是大量金属的运用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耳机的重量。同时，在早期产品上，舒适度也确实需要做出一定的妥协，因为金属很难做到树脂材料的贴合度。不过好在经历了几代产品的发展之后，目前 Acouston 的耳机在佩戴上，我认为已经不存在什么问题了。聊完模组化，咱们回到今天的主题 HSX1001。
1001的可换单元理念正是出自于 HS2000 系列的 ACT 技术。HSX1001到目前为止一共有3款发声单元，也就是 C01、C02以及 C03。3款型号的发声单元除了内部的振膜材料有所差异以外，在外壳上也是不一样的。3种单元使用了3种材料，分别是铝、黄铜以及德国银。当然了，称之为白铜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3种材料的密度不一样，所以在佩戴感受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不过 HSX1001系列的单元更换比起 HS2000 系列还是略显繁琐。HS2000 系列我可以在10秒钟以内完成2边单元的更换，与我更换相机镜头的时间差别不大。而 HSX1001因为需要拆装3颗螺丝才可以实现更换，并且需要螺丝刀，所以拆装起来也就需要更多的时间。1001作为一款真无线耳机，功能性上做的不算到位，比如语音提示只有英语和日语 ，APP 的功能性也堪忧，基本上等于没有。无线充电、主动降噪之类的功能也都欠缺，通话效果嘛，也只能说差强人意。但是1001有3点是其他 TWS 耳机所不具备的。第一点就是超长的续航时间，耳机本体标称是15个小时，盒子还可以给耳机充2到3次的电，总续航我们哪怕打个折也可以达到30个小时左右的续航。这个续航成绩在真无线耳机当中，我认为表现是非常不错的。第二点是电池的可替换性。大家玩 TWS 耳机遇到最多的问题就是电池寿命，这是每一款真无线耳机都要面对的。由于 TWS 耳机的集成度比较高，所以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品牌都不能够提供官方更换电池的服务。而 HSX1001因为模组化的结构，所以我们可以对蓝牙模块，也就是 M01进行替换，以增加耳机的使用寿命。其实这里不是简单的换电池，而是更换了整个 M01蓝牙模组，这里面包括了放大、电池、信号接收等等。虽然这个需要付费但是总归保留了一定的后期维护空间。第3点是应用了大量的金属材料，因为成本及批量生产的需求，市面上99%的真无线耳机在充电仓和耳机上都使用了塑料作为外壳的材料。我查看了一圈，也只有 Noble 的 Focus Mystic 与 REX5在耳机仓使用了冲压铝包裹了一圈，没有使用上 CNC 工艺。而 HSX1001不一样， CNC 制成的铝壳包裹着充电仓，配合 C01单元的铝制外壳，让 HSX1001的金属属性拉满，甚至这个储藏盒也是由金属制成的。Acouston 之所以在声学模组上面应用上金属材料是有原因的，因为金属材料的声学外壳一般来说声学性能会优于塑料，因为声波在腔室内的传达会更直接，这是出于音质方面的考量。聊完以上，接下来咱们进入到音质部分。首先是 HSX1001，也就是 M01加 C01。HSX1001的音质，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那就是拥有传统 TWS 耳机所不具备的 Hi-Fi 性。那这个 Hi-Fi 性到底意味着什么？这里有几个关键点：分析力、乐器的线条感以及声场的开阔度。正是这些特质造就了 HSX1001与主流真无线耳机所不一样的音乐表达方式。在音色上 ，HSX1001是一种中性、略带冷感的调音，整体速度感快，顺态表现出色，同时具备了很好的弹性。有一点我认为尤其重要，那就是 HSX1001的高频穿透力。有些朋友在第一次接触这种音色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它的高频存在感偏强。不过在我听来，这可以赋予音乐不一样的特质。高频的信息量在复杂的音乐当中，依然能够被清晰地分辨出来。当音乐里面同时存在人声、器乐、环境音混响的时候，高频部分往往很容易被淹没嘛，从而糊在一起。而具备了穿透力的高频，能够把这些细节从整体声场当中凸显出来，让你听到更清楚的层次和声音边缘。如果说您对于很多真无线耳机的声音清晰度和解析力感到不满的话，那么我相信 HSX1001不会让您失望的。而如果说我们将 C01更换为了 C02，采用了黄铜作为声学腔室，这时会带来截然不同的音色变化。C02的声音风格，如果说我们与 C01进行一个对比，两者都是 TWS 真无线模式下，那么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C02的3频能量是更往中下盘方向去靠拢一些的，这可以带来更充足、更具包裹性的音乐氛围感。所以如果说您是一个爵士或者说摇滚音乐爱好者，热衷于饱满、距离感近一些的音色，那么 C02可以实现这一需求。如果说我们纯粹比拼 C01与 C02的分析力的话，那么 C02 数值上面并不会比 C01更强，尤其是纯乐器，比如说钢琴，
您会感觉到 C01有着更好的乐器分离度与表现更优的琴键质感，声音的边缘也表达得更为锐利和明亮。不过 C02 也拥有 C01所不具备的中性偏软的色调，这让 C02 的音乐自然性表现更为出色。所以 C01 与 C02 我认为没有孰强孰弱的关系，更多的是体现出了两种不同的风格。不过我们有一点需要注意一下，那就是 C02 因为使用了黄铜作为耳机的外壳材料嘛，这种材料固然有着不少的优点啊，但是遗憾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那就是黄铜会带来氧化的问题，咱们需要常备擦银布，否则时间长了的话会发黑发绿，这是黄铜材料本身的物理特性。聊完 C01 和 C02， 接下来咱们主要说一下我个人最喜欢的 C03。正如前面所说 ，C02 和 C03 本质上面是一副有线耳机嘛，只是发声单元可以在拆卸后给 HSX1001 的真无线模块使用。虽然可以转换为真无线耳机，但是我还是更愿意将 C03 看作是一副传统有线式耳机，而不去考虑模块化的属性。原因就是 C03 标配了一条4.4的平衡连接线，型号是 ARC83， 8股 OFC 无氧铜，这给我们玩家带来了不少新的可能。德国印的 C03 声学腔体，配上 M02G 鼠尾草绿的耳机外壳，在颜值上面也非常的抢眼。虽然是纯金属外壳的耳机，不过由于体积小巧的关系，在佩戴上比起自家的1750或者说 HS2000系列还要来得更加舒适一些。C03 这副耳机在音色上拥有一个其他耳机所没有的特质，那就是3频的清新感与活力。这种清新感从上至下贯穿始终，尤其擅长演绎 ACG 器乐女声。在聆听 C03 的时候，您会明显感觉到整个声音里面蕴含着一股特别的气质感。这里我打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方，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您从一片刚修剪过的草坪旁边走过的时候，空气当中会弥漫着一股清爽、干净、带有植物气息的味道。这种味道并不浓烈，但却会让人很直观地感受到草坪的生机与活力。C03 给我的听感恰恰也是这种感觉。C03 不是用强烈的刺激或者刻意的营造去吸引你的注意，而是通过持续、自然、富有生命力的表现，让您在不知不觉当中被它的声音所包围。说到这里，不免会让大家觉得 C03 是一副小清新风格的，或者说甜美香的耳机，但答案并非如此。C03 的清新感并不是通过刻意拔高高频或者说削弱低频来换取的那种清淡直接，相反，它的3频是完整的、有重量的，只是在整体的调教上多了一种干净通透。接下来咱们来拆解一下。先说一下低频 ，C03 的低频并不肥厚，不是那种片面追求量感的类型，而是同时结合了弹性与量感这2个关键点，不会脱尾，在流行、人声和节奏感比较强的曲目当中，能够提供足够的支撑。中频方面是 C03 非常耐听的一段，人声的位置居中，不贴脸也不后缩，密度控制得很好，干净清晰，同时又保留了一定的润度，而这个润度是 C01 上面有点缺乏的。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C03 都不会刻意的甜化，而是偏向真实、顺耳、自然的表达。不过我也注意到一点 ，C03 在演绎人声的时候，男生与女生之间略有差异。在演绎男生的时候，偶尔还是会感觉到人声在口型大小方面的遗憾。我相信，如果男生的口型可以再浑圆饱满一些，那么表现会更加的全面。而如果说您是听女生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尤其是听陈粒或者说周深这种嗓音，对吧？用一句活灵活现来形容是不过分的。而在高频部分 ，C03 给人的第一感觉是高频具备了一定的闪耀感，这赋予了音乐更多的生动性。3盘空间丝毫不存在被压抑的问题，延展性不错，空气感十足，整体线条以一种克制、略带丰润的形式展现出来。相对于 C01 来说，线条明显柔和了许多，不会有毛躁或者说锐利的边缘。这也是为什么听起来清新却并不薄。整体来看 ，C03 的声音取向是一种高透明度、带有一些空灵感、水润且整体开阔的声音风格。也正因为这种调音思路 ，C03 可以赋予音乐更多的朝气和活力。那么从音色角度出发 ，C03 有没有什么不足之处？我认为在声音的厚度上需要适当的关注一下。虽然3频的信息量是充足的，但相对应的，在声音的感染力或者说浓度上 ，C03 并不是那种以厚重浓郁取胜的调音方向。此外，就是前面提到的男生的厚度了，这跟 C03 的声场有一定的关系。这里咱们也与 Acouston 自家的长青树1750来做一个对比。1750作为3000价位的流行之王，硬实力与出色的听感已经得到了很多朋友的认可。尤其是男生的厚度与质感，在5000以内的产品当中几乎独当一面。C03 的声场比起1750来说，我认为是要有所胜出的。相对应的，人声自然也就远了一些。
如果说1750的人声是偏近的话，那么 C03 的人声就是处于中间的那个点。如果说您对于人声的距离感有一定的要求，喜欢更加亲密、更近距离的人声表现，那么我认为1750这时候会更加的适合。也正是因为如此，如果说您看重的是包围感以及整体氛围的话，您不需要过于明朗的乐器线条，对于高频的闪耀感也没有太多的要求。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选择1750会更加的合适一些。而如果说您更偏向清爽、通透、鲜活，您喜欢 ACG 与女声，对于声音的速度感、女声气息有着明确的要求，希望声音拥有更多的活力，听起来更加的水润，那么这个时候 C03 会更加的合适。在 C03 的搭配上，因为标配线材是 4.4 插头的关系嘛，所以带有 4.4 接口的小尾巴是有必要的。这里我会比较推荐30的 UA6 去进行一个搭配，属于价格不高，但是声音不错的一个组合。如果说您手头有蓝牙尾巴，哪怕我们不做了，比如说 BT18、BT19 之类的，那您也可以与 C03 组合一下，说不定会有很好的效果。如果说您愿意再进一步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不妨给 C03 配备一条恰当的升级线，可以对音色进行一定程度的微调。当然了，前提是不要破坏 C03 的清新感与声场。如果说您需要更近的人声的话，那么将 4.4 转换为 3.5， 说不定在人声方面会带给您不一样的听感变化。是的，我一直以来说嘛， 4.4 和 3.5 没有谁一定强或者谁一定弱的这个说法，更多的还是要从我们的听感角度出发，去寻找更适合自己的音色。3.5 在人声的距离感方面，毫无疑问是比 4.4 要来得更近的。所以如果说您需要更近一点的人声的话，我会推荐您配备一个转换头，将 4.4 转换为 3.5。我认为无论您是真无线耳机玩家，热衷于尝试新鲜的体验，不愿意被线材所束缚，或者您是传统 HiFi 的拥簇，您更习惯也更加信赖传统有线耳机的表现，我都会推荐 HSX1001给您。真无线玩家可以使用 M01 搭配 C03， 这是一套真正从音质角度出发的 HiFi 真无线方案，而非单纯追求功能堆叠的全场无线耳机。而对于坚持传统听音方式的玩家，您当然可以将 C03 作为一套有线耳机来使用，因为本就如此，通过有线连接方式获得更具可玩性的音质表现。也正是因为这种无线与有线之间的高度兼容性，让 HSX1001 不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一套可以根据您听音习惯自由切换的系统。最后 HSX1001 以及相应的单元在咱们原生态的北上广门店都已经有样机可以提供试听了，您如果说有兴趣的话，不妨来到门店来实际的试听感受一下。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最后咱们来一段原试听，直观的对比一下 C01、C02 与 C03 之间的音色区别。
feel blue? I'll rain too. Leaves dancing in the wind. Do you feel angry? Do you feel hungry? I'll rain too. Breaks in your broken world. Don't prey on the happy. Don't tell me I'm lucky. I'll rain too. Leaves dancing in the wind. Do you feel lonely? Do you feel blue? I'll rain too. Gonna say bye bye， 談情太似懸崖絕嶺，沒有開心可保證，有時寂寞亦是聰明。人人會變，人人任性，熱吻不擔保高興，有時寂寞亦是本領。一個人找到的折磨太多，輕快得想哼歌，寬慰得自在地消磨，放心我可溫暖得到心窩。驟眼間我似落寞，但是時日飛過，我這哲學都跟戀愛差不多。人間煙火物來纏繞我，撩亂初衷不會是我。Gotta say bye bye， 談情太似懸崖絕嶺，沒有開心可保證，有時寂寞亦是聰明。人人會變，人人任性，熱吻不擔保高興，有時寂寞亦是本領。我有權自願寂寞，最愛是獨自玩樂，看戲和閱讀直落是種收穫。我有權自願寂寞，最愛是獨自玩樂，看戲和閱讀直落是種收穫。很了心，不必依靠人最多，擁有不到風魔。很勇敢，道別為心